我叫左13，出生就带着一双阴阳眼。我第一次见鬼是在9岁那年。这天可真是越来越冷了。是啊，今天走亲戚吃席耽搁的有点晚了，赶紧回家吧，13也累了。爷爷奶奶，那不是大纲叔吗？大纲叔好奇怪，眼睛怎么是绿的？脸上还有鳞片。走，赶紧走！13怕是被那长虫精给盯上了，你看着他，别让他出门。我先前就说让你别多管闲事，那长虫杀不得你不听。现在我们人家秦仇来了，13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跟你没完。13，你听好，今晚乖乖在被窝里睡觉，不管听到什么动静都别出来，不管谁叫你名字都千万不能答应，哪怕是爷爷我叫你都不能答应，千万记住了。那晚，我在各种鬼哭狼嚎和呼唤我名字的声音中度过。虽然心里怕得要命，但我一直谨记着爷爷的嘱托，不管谁叫我都没有答应。直到第2天早上，爷爷，你怎么了？身上怎么那么多血？没事儿，都是鸡血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天晚上我能大难不死保住一条命，完全是因为爷爷家门上贴着2张门神，而且外屋还供着一尊菩萨，没有主人家答应，那些脏东西根本进不来，所以爷爷才嘱咐我，不管谁叫我名字，都不能答应。从家里出来后，爷爷直接带着我去了村子附近的一个道观里，他和老道士谈了很多我听不懂的话。谈完之后，老道士看了我半天，然后递给我一张纸笔。小娃娃，你写个字给我看看。道长，这到底是好是坏？您倒是解释一下呀！老弟呀，跟你说句实话，你这孙子恐怕有大祸临头。这个一字是生字的最后一笔，也是死字的第一笔，是生末，也是死出。大凶之兆，九死一生。道长，你一定要救救我这孙子，他是我左家独苗啊！老弟，那蛇精已有数百年道行，且你这孙子天生阴阳眼，所以天道不赦。他昨天没有得逞，今晚乃是阴日，势必还会卷土重来。要想救你孙子，只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给你孙子找个棒尖儿。所谓棒尖儿，就是找个厉害的鬼魂定亲，以鬼治鬼，说不准能获得一线生机。爷爷当即就带我去了我们那儿最大的一个墓园。姑娘，老头我叫左右明，这是我孙子左13，五行属金土，八字为辛未、丙申、庚辰。庚辰生有一双阴阳眼，今天我厚着老脸带孙子来此，你若能护佑我孙子安然，我左家必世代供奉，不敢怠慢。爷爷，他为什么不收？是没看上我吗？没事，我们再去下一个墓。那天，爷爷带着我在墓园转了好几圈，直到天都黑了，也没遇到一个愿意答应的。爷爷说，可能是因为那长虫精道行太深，这些姑娘没人惹得起。天彻底暗下来，爷爷心里也着急了。要是在晚上12点前再找不到愿意护佑我的棒尖儿，我的小命就保不住了。爷爷！姑娘，你收下我左家聘礼，是同意护佑我孙子了。13，快给这位姑娘磕个头，说声谢谢，人家答应了。
男儿膝下有黄金，跪天跪地跪父母。无需如此，我也庇护君儿。请问姑娘芳名卒于何年？安如霜，卒于唐贞观20年6月。这么久？爷爷，那程仲卿找来了！爷爷，那程仲卿找来了！滚！姑娘，你进来吧。13，这块玉佩你可要戴好了，不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拿下来，更不能弄丢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，爷爷。我左家有福，我孙子有福啊！自那以后，我家供上了安如霜的牌位，每逢初1、15，我都要在她的牌位下点香生蜡，香火一整天都不能断。而我有了安如霜这个媳妇儿之后，再也没有遇到过什么怪事，那长虫精也如同消失了一般。要说唯一有点遗憾的是，我的阴阳眼被封住了，见不到鬼，也见不到安如霜。随着时间流逝，记忆淡化，我都开始怀疑小时候的那段经历是不是一场梦了。还说是我媳妇儿呢，你真的还存在吗？爷爷奶奶，我回来了。13回来了，快去给安如霜上炷香。当初人家救了咱爷俩的命，咱做人可不能忘本。知道了。老婆子，快去杀只鸡，大孙子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得给他补补。来，多吃点。总叔，在家吗？来了。总叔，我家那位出事了，你可得救救他呀！你别着急，慢慢说。你家陈木匠出啥事儿了？他被鬼给上身了。啥？总叔，你快去看看吧，去晚了他就活不成了。行，这就去。三哥，快拉我一把！雷子，你怎么也来了？听说程木匠让鬼给上身了，我还没见过鬼呢，就来凑凑热闹。你也是来看热闹的吧？这可不是什么好热闹。三哥，这程木匠大半夜的不睡觉，怎么还唱起曲儿来了？他这样子好搞笑啊！你是谁？附在老程身上做什么？真的是老头子，警告你不要多管闲事，掂量掂量自己，多管会死人的。都别看热闹了，赶紧来几个人帮忙把他按住！使点劲儿，千万要按住了！要是让他睁开了，可不得了！放心吧，左叔，过年几百斤的年猪都按得住，还按不住一个100来斤的人。好东西，不识好歹！我今天要你的命！让你多管闲事，我掐死你！爷爷！你
操你妈！放开程雷！三哥，13！安如霜，你们看，左家那小子像是被一阵风拖住了。早说，一辈子做了不少好事，肯定是菩萨显灵了。你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不该来这里，也不该碰我的人。好，你在，我走。别让他跑了！安如霜，是你吗？你在哪儿？我一直在你身边。我能看看你吗？我与你的阴阳夫妻缘尽，我要走了。安如霜，13，你醒了？爷爷，您没事吧？对了，我不是在程木匠家吗？怎么……你晕倒了，是乡亲们把你送回来的。晕倒了？怎么会？13，你看看你的左手，搓不掉的，这是鬼下咒。鬼下咒是什么？这都是命啊！之前那个撞客也不知道是怎么死的，怨气太重，魂飞魄散之前还想拖着你走，所以在你身上下了咒，会让你浑身皮肉一点点溃烂，如凌迟一般痛苦而亡。我这是要死了！是安如霜又救了你一命，他将你身上的咒转移到了自己的身上。难怪他会说那样的话。爷爷，他不是鬼吗？鬼也会死吗？他并非冤魂厉鬼，同样承受不住这股怨气。他那么厉害，怎么可能？鬼也分种类，阴鬼、煞鬼、怨鬼，分别带着阴气、煞气、怨气。这3种鬼气相冲相克，如霜是阴鬼，和那咒里的怨气不能共存，所以，难道就没有办法能救救他吗？好听。我很久没给别人唱过歌。这首歌算是我送你最后的礼物。如霜，你放心，我和爷爷一定会想办法救你的。你有这份心，如霜便已经知足了。在我们那个年代，能为自己的丈夫付出是女人的荣耀，所以你也不必介怀。可在我们这个年代，让妻子牺牲性命才能保全自己的男人就是孬种，是怂蛋。我爷爷不会骗我，他说会想办法救你，就一定会想办法。你不要太早放弃，不要想着离开我，好不好？对了，你说话的语气怎么和9年前不一样了？变得像是我们现代人了。我在你的玉佩里待了9年，要是连这个年代的人说话的语气都学不好，岂不是太笨了？那，你能让我看看你吗？糟糠之妻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可是我都娶你娶了9年了，却连一面都没见过，这也说不过去吧？以前是我年纪小，不懂娶啊嫁的真正含义，但现在我长大了，我知道咱俩之间是什么关系了。你也不让我见见吗？你确定要见我？我可是鬼，说不定长得比那个撞客上身的程木匠还要恐怖吓人。不管你长什么样，我都想看。我已经娶了你，你还救了我2次，我不会怕你，只会感激你信任你。等以后有机会再说吧。这一晚，不管我怎么说，安如霜都没让我见他。他是担心我看到他的样子之后，
会一直记得他，而他觉得自己马上就要魂飞魄散了，不希望我记住他。第二天一早，爷爷就带我出门去找鬼医杨震天。爷爷说这个人本事通天，不仅能治人，还能治鬼，不过脾气却很古怪。不治，不治！哼！杨先生，求您高抬贵手，救救我孙儿和他的鬼媳妇儿。求我也没用，我一辈子只给阴间鬼看病，这种在阳间的孤魂野鬼，死活与我何干？前辈，求求您救救我的鬼媳妇儿！只要你能救她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既然如此，你小子跪下给我磕3个响头，我就出手救他。13，不要给他下跪，我宁愿死，也不愿你为了我放弃男人的尊严，去给别人下跪。如果能用我的尊严换回你的性命，又有何不可？今天别说是3个头，就是30个，我也磕。那好，那你就磕30个吧。30个就30个。13，谢谢你，能嫁给你是我的福气。虽然鬼医杨震天脾气古怪，但还是说话算数。我磕完30个头后，他没再说一句废话，把我带进了屋，让我坐进一个大水缸里。他往里加了很多颜色和味道都很奇怪的水。我知道，杨震天为了救安如霜，肯定付出了不小的代价。因为有次我上厕所的时候，我看见他在墙角吐血，头发也白了一些。那30个头，我磕得不远。你的鬼媳妇儿暂时保住了，赶紧带着包袱滚吧。多谢前辈救了我和我媳妇儿，小子一辈子都记得你的恩情。别谢得太早，我虽然去除了你那鬼媳妇儿身上的鬼下咒，但她却被封印进了你的玉佩里，3年后还是会魂飞魄散。什么？前辈，你不是答应会救如霜的吗？我只是答应她现在不死，可没保证她以后不会死。再说了，你以为这件事很容易吗？她被怨气所伤，要不是我出手稳住她的魂魄，她早就魂飞魄散了。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你要真想救她，我给你指条明路。你去找一种名叫尸菌的药材，3年之内拿回来给我，我就能彻底保住你的鬼媳妇儿。尸菌？那是什么？尸菌呢，顾名思义，就是一种长在棺材里的菌类。这种菌类只有尸体发生过尸变的棺材里才能长出来，因为尸菌形成需要吸收大量的阴气和湿气，而尸体尸变时产生的阴气是尸菌长成的必要条件，这使得尸菌里阴气极盛，刚好能滋补你那鬼媳妇儿被怨气损伤的阴气。可我上哪儿去找尸菌啊？这就是你的事儿了，赶紧滚！13，你拖着箱子要去哪儿？爷爷，我这不放暑假吗？我约了同学出去旅游。不带手机，不带钱，你去哪儿旅游？我说实话，你到底要去哪儿？我想去找尸君，救如霜。你爷爷，你就让我去吧。不是爷爷不让你去，而是那尸变的僵尸不是咱能找到的。先说这产生尸变的地方必然是巨阴固煞之地，这种地方不是道门中人根本就找不到。哪怕你运气好找到了，那尸变后的僵尸也绝不是你能对付得了的。可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安如霜3年后魂飞魄散啊！爷爷，您当了一辈子的算命先生，你一定多少有点门路，对不对？罢了，看来是天意让你走上这条路。你想找尸君，我带你去，只要你到时候别被吓破胆。爷爷，您不是说要带我去找尸君吗？这分明是个道观，道观里能有尸君吗？你看我们爷孙俩老的老弱的弱，你连个程木匠都按不住，你是觉得你能制服僵尸，还是指望我这把老骨头能创造出什么奇迹？那3年期限，不急于这一时，先送你去道观拜师学艺，学上2年再说。可是这道观看起来破破烂烂，没什么香火的样子，能教我什么厉害的道法？
住嘴！这青竹观的观主清风道长可是得道高人，厉害的很，你可别出言无状。我操！谁他妈的又送人头？他妈的，一到暑假撸啊撸就没法玩了，全是坑逼小学生。就这水平，还是回家玩消消乐去吧。这得道高人？谁啊？道长，老头子，我叫左右民，这是我孙儿左13，贸然上门讨扰，实在抱歉，盼望没有打扰您清修。你们爷孙来我这青竹观有何贵干？本观主正在观内修身练道，没有香火钱，切勿打扰。我操，这大叔可真不要脸！我都听到你在里面关着门打游戏了，还好意思说自己在修身练道？这是给道观的香火钱，虽然不多，但也是我和孙子的一片心意。哎呀，你这来就来吧，这么客气干啥？来，老先生快进来喝茶，小心台阶，慢点哈。不瞒道长说，老头子带着孙儿前来，就是希望道长您能收他为徒，教他道术。这你可算是找对人了。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道号清风，是青竹观的观主，同时还是茅山龙虎宗宗主。你孙子跟着我，那绝对是平步青云，不管是前途还是前途，都是一片光明啊！这清风道长看着不像是仙风道骨的修道之人，更像是干传销的。三言两语就让爷爷十分信任他，还把身上剩下的钱也给了他，拦都拦不住。虽然我感觉这个清风道长不太靠谱，但本着来都来了的原则，还是拜了他为师。当然，最主要的原因是爷爷钱都花了，不能白花。你可想清楚了，一旦入我道门，命力就不再完整，必受五弊三缺之灾祸。你确定要拜我为师，要我喝你这杯拜师茶吗？我确定。好，恭喜你正式成为茅山龙虎宗宗主首席大弟子，以后出去混，尽管报上这个名号。会有很多人尊敬我吗？会有很多人揍你吧。拜完师后，清风道长也就是我师傅，没教我半点道术，只是指使我干些给菜地浇水、打扫鸡圈等杂事。他自己倒是又重新躲回房间里打了一下午游戏，打累了倒头就睡，没有半点要管我的意思。到了晚上，我越想越不甘心，实在忍不住了，直接把他从被窝里拉起来。哎呀，大半夜的你不睡觉来吵我干嘛？师傅，你还没教我道术。哎呀，明天再说。不行，我很急，你现在就得教我。哎呀，行，你想学道术是吧？入我龙虎宗第一门课就是练胆儿，你今晚就去后山荒坟地里睡觉，只要能坚持待上一晚，明天我就正式教你道术。不怕，我还要学道术救安如霜呢，这点考验不算什么。没事，鬼火嘛，就是人死后产生的灵火，是很普通、很常见的自然现象，有科学解释的。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这些鬼火此时像是训练有素一般，排着队朝着一个方向飘去，分明就不正常。此时虽然我心里有些害怕，但又忍不住升起几分好奇，他们到底要去哪儿？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我关掉手电，摸黑尾随了上去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些鬼火怎么会融合到一起，还围着这户人家转？难道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不成？你走路怎么没声了？差点被你吓死！左13，你要是不想死的话，就别再往前一步。这怎么回事？那些鬼火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冤魂索命，明天这家人必有人丧命，而且那个人死的时候，绝对是脸朝下背朝天。那怎么办啊？师傅，你能不能想想办法，把那鬼火给打跑，救人？你是不是嫌你师傅我命长了？这个是他们自己家里的长辈死后回来索命，阴差都不会去管，我他妈一个外人去管什么闲事儿？
可修道之人不是应该以抓鬼除妖为己任吗？怎么能见死不救呢？我看你根本就不是什么得道高人，你干不过这鬼火，所以贪生怕死。你这臭小子！你不去我去。虽然我不会道术，收拾不了这鬼火，但总能提醒提醒这家人小心谨慎些，万一能避过去呢？这臭道士下手可真重啊！哎，行了。接着。啊，这是什么？你不是嚷嚷着要学道术吗？昨晚算你通过入门考验了。母猪配种注意事项与技术。你昨晚见死不救，把我打晕，阻止我救人不说，现在一大早还来耍我！我告诉你，我不干了，我走还不行，那些钱就当送你买棺材了。道长，清风道长，救命啊！哎呀，你再翻开看看。这还不学？学，必须学。那就去开门。昨晚你不是问我为什么见死不救吗？很快你就知道原因了。道长，我们家出大事了，救命啊！出什么事儿了？别着急忙慌的，给了香火钱再慢慢说。我公公他老人家赖在家里不肯走。这什么人啊？哪有人会撵自己公公走的？还这么明目张胆？问题是这种事找道士有什么用啊？你家老人去世多久了？7天了。何故不走？这个嘛，道长，你是不知道呀，我们家那个老头子活着就拖累我们，这好不容易死了还想拖累我们，赖着不肯走。你快出手帮帮我们吧，再这样下去，孩子都被吓坏了。胡说八道！你小时候父母拉扯你长大，从不觉得你是拖累，等父母老了需要你照顾的时候，就觉得是拖累了。你们走吧，我帮不了你们啊。道长，不管怎么说，我爸已经死了，生死有别，只要能把老头子送走，您要多少钱都行。罢了，看在你们这么诚心的份上，我就破例一次。不过这香火钱，道长您开个价，2000，先交钱后付物，不管成与不成，概不退款。行，2000就2000。既然你昨晚不愿意关，怎么今天又改主意了？为师认真反省了一下，觉得徒儿你说的对，修道之人就该以抓鬼除妖为己任，不能见死不救，绝不是因为撸啊撸又出新皮肤了。我就知道这个人根本就没有节操可言。当天下午，我就和师傅到了方家。师傅说日落之前必须要送走方家老爷子，否则一定会出人命。我以为这是一件很紧急很严重的事，一直严阵以待，半点不敢松懈。没想到到了方家，师傅先是在方家的招待下胡吃海喝了一顿，随后竟找了个房间呼呼大睡起来。徒儿啊，为师先睡一觉，你要是无聊的话，自己随便转转。没办法，我只能一个人在方家逛了起来。方老头还没下葬，棺材停在院子里，堂屋挂着白绫，还摆着一张方老头的遗像。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看着那遗像像是入了迷一般，眼神怎么也移不开。看着看着，我忽然感觉到遗像上的方老头动了起来，竟对我露出一个僵硬古怪的笑容。左13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方子夜，你怎么也在？我就是这个村的，我家是做丧葬用品的，我跟我爸过来送东西。你呢？从高中毕业后，咱们俩已经2年没见了吧？你来方伟叔家干嘛？我是来……奇怪。什么？方子夜，你刚刚有没有看到？左13，你不知道死人遗像可不能乱指吗？我听我爸说，这方爷爷死后一直不肯走，棺材现在还停在院子里呢，你可别乱指。不肯走？这人都死了，怎么不肯走了？难道还能坐起来跟人说我不想走不成？看来你
你是真不知道啊！你想想，这人死了总得出殡下葬吧？可这方爷爷的棺材根本就抬不出去，不管换多粗的绳子绑棺材，还没抬出院门都会自己断掉，太吓人了。咱们一个村的，谁家有事都会一起去帮忙，只有这方家，大伙儿都被这事儿吓得不敢来帮忙了。你没发现方伟家格外冷清吗？随后，方子妍的父亲抬了一筐丧葬用品进来。子妍，走了。就催着方子妍回去。我和方子妍仓促地交换了微信，他就和他父亲一起离开了。经过方才遗像的事，我也不敢再一个人待在堂屋，准备去外面村子里转转。没想到不经意一转身，就看到了让我毛骨悚然的一幕。师傅，你快醒醒！闹鬼了，闹鬼了！哎呀，闹鬼？哎，什么闹鬼？大白天的哪来的鬼？哎，你跟我出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哎呀呀，你慢点儿！哎，这鞋我鞋。哎呀，这老头死得不甘心，还有一口怨气没咽下去。这他娘的，恐怕是要起尸啊！13，快把我的包给我。你把这2个纸人拿出去烧了，记住，烧之前先用柳树枝绑住他们，然后从头开始烧，千万别给弄错了。知道了。小师傅，你这是在干啥？老实交代，你爸到底是怎么死的？今天可是他的头七，要是再敢说一句假话，绝对活不过今晚。我爸病死的呀。什么病？怎么病死的？你爸生前你是怎么对他的？这是你最后的机会，要是还不说真话，我也救不了你。这都怪我和我老婆不孝，现在后悔也晚了。我爸得的是糖尿病，每个月光吃药打胰岛素就得花好几千，这么长时间下来，我实在是负担不起了。2个孩子还等着我养，家里之前开养殖场又赔了10几万，所以你就断了你爸的药，让他在家自生自灭。你知道糖尿病人断了药死的会有多痛苦吗？我现在真的后悔了，是我老婆让我这么干的，我当时也是鬼迷心窍。道长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救救我全家吧，我2个孩子是无辜的，我给您磕头了。行了，别给我来这套，要磕头也别给我磕，去给你爸磕去。道长，你去对着你爸的遗像磕头，我不喊停不准停。看在2个孩子无辜的份上，我破例出手帮你一次。谢谢道长，谢谢道长。爸，我错了，爸，我真的错了。13，你去房檐下抓一小把土，要干的，然后拿去里屋找我。哦。师傅，土来了，放碗里。13，你记好了，这屋檐土也叫百家土，聚百家之气，有驱鬼镇邪之功。哎，你还是童子不？我这么小就和女朋友生命大和谐过了？不是，我用过左手，还算吗？当然还算。去，给我尿碗里尿满。知道这毛笔是用什么毛做的吗？黑狗毛，而且必须是童子狗。你可拉倒吧，狗是不是童子，他还能回答你啊？13，你可看好了，这就是6丁镇尸符的画符之术，也是我们修道之人入门要学的最基本的画符之术。从上下笔，先画天运，后画子孝，再画正魂，最后画弓缝和前句，到此一笔之下，不可有断。画符时，心要诚，意要宁，身要正，此符便成。师傅，
我没看懂啊。没看懂，没看懂就对了。你师傅我这么有天赋，当初也是学了1个多月才勉强能画出来呢。你呀，还得练。爸，我真的知错了，你就原谅我吧。行了，起来吧，该出殡了。摔盆。起棺。爸，我知错了，爸，棺材上的符纸烧起来了！清风道长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是啊，这也太瘆人了！我活了60年，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怪事儿。大家别怕，这老爷子只是生前还有心愿未了。你们有谁知道他还有什么心愿吗？人老了，最惦记的就是子孙后代。他是不是放心不下2个孙子呀？来，2个小朋友过来给爷爷磕个头，让他安心上路。太阳马上就要落完了，这他娘的，不会真要出事吗？清风道长，我这老大哥是不是放不下他的猫啊？猫？对，我老大哥生前养了一只大花猫，特别亲人，和他感情特别好。这几年他生病了，儿子媳妇也不怎么管他，是这只猫陪着他。我猜，是不是我老大哥想再看一眼他的猫啊？那只猫呢？赶紧抱过来！不行啊，道长，都说猫邪性，这时候放出来，万一诈尸怎么办啊？方伟这么说，并不是没有道理。小时候我也听爷爷说过，人死后是不能让猫狗靠近尸体的。一来，猫狗毕竟是畜生，怕它们万一野性发作，损坏尸体；这二来，猫狗长期被人类饲养，身上有了人气，很容易结了死人的气，导致诈尸。不过现在这情况，比诈尸也好不到哪儿去。师傅当机立断，让你报来你就报来。本道长修行数十载，一只猫还能反了天不成？道长，不是我不想报来，是我爸死后，我老婆说猫身上有跳蚤，就一棍子给打死了，就埋在外面的树下面。2个没人性的畜生！要不是你们平日里不孝顺，你爹至于养只猫来作伴？这下好了，人才刚死，你们就打死了他的心头肉，是诚心不让他安心走啊！真没良心！哎呀，还不快去把那猫儿的尸体挖出来，带过来！13，来搭把手，跟我一起把这棺材盖推开。啊什么啊！赶紧的！师傅，这男人头女人腰不能随便乱碰的。这尸身都开始腐烂了。猫呢？找来了吗？道长，猫来了。老爷子，这人有人道，鬼有鬼道。我知道你死的冤屈，但人死了就完事儿了。你儿子再怎么不对，也是你亲生的骨肉，还要拉扯你2个孙子长大，把你们方家的血脉传承下去，不是？就别为难他了。哎呀，就让你的猫陪你一起上路吧。13，合棺。没事了，都过来吧，换绳子，重新起棺。重新起棺出殡，没有再出任何意外。方老爷子被顺顺利利地抬上了山，这件事总算是告一段落，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。而这时的我还并不知道，方老爷子的事只是一道开胃小菜而已，接下来还有更多的怪事接踵而至。回到青竹观后，当晚我躺在床上，想着白天在方伟家发生的事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干脆爬起来，拿出师傅给我那本《母猪配种注意事项与技术》，不对，是茅山道术大全，看了起来。修道者也，虽能捉鬼除妖，游走于阴阳两界，
但命中定犯五弊三缺之灾。所谓五弊三缺，五弊为鳏、寡、孤、独、残，三缺为钱、命、权。老而无妻者鳏，老而无丈为寡，幼年失父为孤，老年无后为独，身病不全为残。世间万物相辅相成，相生相克。修道之人窥探天机，天理不容，必受这五弊三缺之灾。看到这里，我心都凉了。按照这书上的意思，这辈子不仅没媳妇没后代，而且钱命权这三样也必缺，岂不是命苦得很？左13，白天听你说你在青竹观学道术，我明天可以来找你玩吗？可以啊，正好咱老同学也2年没见了。那如果方便的话，我可以来观里住几天吗？啊？还要住几天？怎么了？不行吗？我看青竹观很大，应该有多余的房间啊。这个主要是我做不了主，我得问问我师傅。行，那你帮我问问吧。不早了，我得洗漱睡觉了。明天见。明天见。这方子夜该不会对我有意思吧？2年没见，她变得更漂亮了。本来高中的时候就是班花，现在上了大学也学会打扮了，时髦了。不行不行，我都有安如霜当媳妇儿了，不能对不起安如霜，不能再胡思乱想了，还是赶紧睡觉吧。左13，方子夜，你来这么早？家里待着无聊嘛，就想早点过来找你玩。没想到你还挺勤快的，这么早就在干活了。师父命不敢违。走吧，带我四处逛逛，我还是第一次来道观呢。啊，这样不太好吧？男女授受不亲。13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你怎么还这么保守？该不会你到现在还没碰过女人吧？好了，不开你玩笑了，你带我去道观外面转转吧。今天天气这么好，不出去走走岂不浪费？他昨天在微信上还说要来道观玩，怎么今天就要去外面玩？女人这么善变了吗？而且他以前话不多，只爱学习，才2年不见，怎么就变得这么开放了？13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师傅，我同学来找我玩了，我想带他出去四处逛逛。同学？你这同学挺特别呀。啊？什么特别啊？行，既然同学来了，就多陪陪同学。咱们北九水的风景还是不错的，去吧。然而此时我并不知道，一个专门针对我的阴谋正悄然而至。13，那边风景更好，我们再往里走走啊。天色不早了，太阳都下山了，咱们该回去了。不嘛，天黑了正好可以看星星啊，我们看完星星再回去。我觉得我们还是小心点儿。你胳膊怎么这么凉？怎么跟尸体似的？你真愣头青，没碰过女人不知道吧？女人属阴，体寒，体温就是这么低的。方子言这句话让我再度对她产生了怀疑。虽然我没碰过女人，但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，小时候奶奶经常抱我，身上也是暖烘烘的。女人体温哪怕比男人稍低一些，也不可能区别这么大。她分明是在说假话。左13，不好意思，今天家里突然有事，就没去道观找你。看完这条消息，我大脑一片空白，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感涌上心头。13，你干嘛呢？盯着手机发什么呆呀？没什么，同学群里的消息说咱高中班主任李邪住院了，正约时间一起去探病呢。对了，你要去吗？李老师生病了，那是得去看看。什么时候？13，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？你根本就不是方子夜，他刚刚给我发过消息，说他今天根本没来找过我。我们高中班主任也不叫李邪，更没生病住院。你到底是谁？还真让你小子识破了。不过没关系，今天你必死无疑了。此时我拼了命地朝着林子外面跑去，只恨爹妈给我少生了2条腿。然而刚跑出去没多远，就倒霉地踢到了一根枯树枝，狠狠地摔到了地上。而此时那蛇精已经追上来了，离我不到2米远的距离。这下真的完了。10年前你爷爷害了我的儿孙，今天我也要断了他的后，让他尝尝那种痛苦的滋味。我去你妈的！老子的徒弟你也敢动？看我今天扒了你的皮，抽了你的筋！
我师傅可是得道高人，本事大着呢，你等着受死吧！多管闲事的臭道士，那我就先解决了你！我操，他妈看走眼了！这蛇精起码得有400-500年的道行。前辈在下茅山派龙虎宗第27代传人清风，之前言语不周都有得罪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还望高抬贵手放了我师徒2人啊！我怎么就拜了这么个不靠谱的人当师傅？天要亡我！你少拿茅山派来压本仙，要是不想跟着小子一起死，就滚一边去！那可不行，这小子是我徒弟，做师傅的怎么能眼睁睁看着徒弟去死呢？更何况他拜了我为师，也算茅山派的人了，你就当是给我茅山派一个面子。哼，本仙在北九水深山修行400多年，附近什么事我不清楚，你不过是被茅山派扫地出门的叛徒，还有脸拿茅山派来压我？既然你找死，本仙就成全你。我被蛇精幻化的疯子焰骗到深山，关键时刻，师父清风道长赶来，好我被石头磕到了脑袋，晕死过去。之后发生了什么，我就完全不知情了。醒了，师父，是你把我救回来的。不是我还能是谁？师父之前示弱，不过是缓兵之计，这叫战术。实际上那蛇精哪是你师父的对手，我3下5除2就把他收拾了。你被石头磕的脑震荡了，赶紧把药喝了，然后好好躺2天。师父，你的手？嗨，没什么，跟那蛇精交手的时候受了点皮外伤，小孩子别问东问西的，赶紧喝药。我意识到师父从那长虫精手里救下我，恐怕没有他嘴上说的那么轻松。但看他一脸不想说的样子，我也就没有多问，反而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。师父，你知道那长虫精为什么一定要杀我吗？你还不知道吧？你的天生阴阳眼在这些妖怪眼中，那就是堪比唐僧肉一样的存在。只要吸了你的精血，就会修为大增，抵过自己数十载的苦修。啊，那我以后都不敢出门了。看把你吓的，这世上哪来那么多妖怪？再说了，你是我徒弟，只要我活着1天，就不会让你死在我前头。师父，你要是死在我前头了，谁给我喂鸡种菜？谁给我洗衣做饭？唉，我还要养伤，出去的时候记得带上门，谢谢。我在床上又躺了2天，才感觉头已经完全不晕了。下床去院子里转转，却见我师父抱着一条小狼狗，兴冲冲地从外面进来。徒弟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为师接了个大生意。什么大生意？师父，你怎么还弄了条狗回来？经过上一次蛇精的事儿，我发现咱们道观警卫力量严重不足，所以我就去市场挑了个警卫队队长回来。这狗可比人警觉得多，说白了，每条狗都是天生的阴阳眼。我怎么感觉你在指桑骂槐呢？没有的事儿，为师是那样的人吗？啊，这小东西挺通人性的，你摸摸。师父，你的手怎么受这么严重的伤啊？没事没事，那么大惊小怪做什么？是不是为了救我？为师是为了正义，受人永不为奴，只有懦夫才会逃避自己的命运，为了更美好的明天而战。师父，我们认识的时间并不长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因为你叫我一声师父。从小到大，除了爷爷奶奶，再没人对我这么好过。就连生下我的妈妈，也因为我的命格，一直对我不算亲近。哎呀，行了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流血不流泪。对了，你准备一下，为师接了个大单子，带你去见见世面。什么大单子啊？县里面有个富商，请我去他的豪宅里帮他驱鬼，我顺便带你去长长见识。你可别刘姥姥进大观园，给我丢人啊！咱们这小县城里能出多大的土豪啊？他给你多少钱啊？5万。多少？还只是定金，事成之后还能再给15万。师父，我感觉我已经完全好了，现在浑身充满了力量。咱们这就去给富商驱鬼。你着什么急呀？人家已经跟我约好了，明天一早会来接咱们。13李文，这2个人浑身带着一股墓地的土腥味，他们之前绝对去过别人的墓。切，真的假的？
这么严你都能闻到，我不信你鼻子比狗鼻子还灵。你以后要是有机会下墓地，那味道你一闻就知道了，绝对能让你记一辈子。请问这是青竹观吗？是，这位老大爷，你到青竹观是来送香火钱的，还是送香火钱的？只要青竹观能帮我们村里平事，香火钱不是问题。我就是青竹观的观主，有什么事儿跟我说。道长，这几天俺们村里出大事儿了。村里扩地，那片地中间有一个不知道啥年代的古墓，我们村一合计，就想把墓里的棺材连同尸骨一起给挖出来挪个地方。谁知道这刚一开挖，棺材还没挖出来呢，村里就开始死人，3天死了7个，个个都是自己活活把自己给咬死的，实在是太吓人了。是啊，道长，你可一定要救救俺们村啊！那棺材是石棺还是木棺？石棺。头朝南还是朝北？朝北。那石棺附近是不是有死树？你怎么知道？那块地低洼积水，把附近的树都涝死了。那些树真要是涝死的，你们村就不会死人了。你们挖的时候有没有挖到7根半米长、4指宽的柳木？道长，你简直是神了！挖到了。道长，您是高人，一定得帮帮我们呢。哎，你这个事儿比较麻烦，收费5000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那就走吧。道长，按估计这是又死了一个。不可能，这大白天的死什么人？村长，那不是李国华家吗？他昨天就死了，怎么院子里还围着那么多人？走，过去看看。这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真吓人！吴警官，这具尸体身上没有丝毫搏斗的痕迹，而且尸身上的齿痕并非动物，死者的嘴型和齿痕基本吻合，也确实只提取到了死者自己的 DNA。死者全身上下的所有伤口都是死者能自己开口咬到的地方，种种迹象表明，死者是死于自杀。他是自己把自己活生生给咬死的。治安官，现在该相信俺们了吧？俺们村3天死了7个，都是自己给自己咬死的。是啊，肯定是那石棺的问题，死的那7个全都是动手挖石棺的。给我们个说法，给我们个说法！大家都静一静，不要吵，我们要相信科学，不要搞封建迷信。他们的死绝对和什么石棺、什么鬼怪无关。石棺死命了，他不有什么鬼怪呀？那你给俺们解释一下，这人活得好好的，又不疯又不傻，怎么就能自己给自己活活咬死啊？就是，你倒是用科学给俺们大家伙解释一下呀！治安官，能让让吗？我想看看这尸体。死人有什么好看的？赶紧站远点，别在这儿妨碍公务。或许我能帮你们破案呢。你破什么案？破案那是我们警察的事儿，你瞎凑什么热闹？赶紧让开！再妨碍公务，我就要依法把你铐进局子里去了！你干什么？起！诈尸了！我掐着他的筋，让他产生了条件反射而已。诈什么尸？这可是科学。他不是自杀。舅先生，我刚刚给他验过尸，他身上只有他自己的 DNA， 齿痕也对得上，不是自杀的还能是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他是自己给自己咬死的，但不是出自他本人的意愿，所以不能说是自杀。道长，是不是真和那石棺有关系？有没有关系，要等我去看了才知道。前方带路。道长，这边请。这他娘的是个死牛肚穴！你们可真会挖，3天只死了7个，都算你们运气好的了。道长，这死牛肚穴是啥意思？这墓穴位置阳气不收，阴气不散，且还有7根柳木。这柳木乃是7星定魂，
墓中人无法投胎，怨气生聚，与四周阴气相克，形成了死牛渡穴这样的养尸凶墓，所以周围才会寸草不生。你们挖了这么一个凶墓，能有什么好下场？我不知道那些村民能不能听懂师傅的话，就连我也只听了个一知半解。但我从师傅的话里提取到了关键字眼“养尸凶墓”，内心一下激动起来。这石棺里会不会有尸君？安如说，是不是有救了？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道长，你一定要想想办法呀！俺们村里这么多人的性命，可全都指望你了。现在唯一的办法只剩下硬碰硬了。你们都回去拿工具，趁着天还没黑，赶紧把这石棺给撬开。师傅，你干嘛呢？为师在探穴。什么叫探穴？探穴通俗点说也叫探阴。这么和你说吧，要是我绕着这棺材7尺之外的离尘超过35步，则是大凶之墓。这个墓刚好34，所以里面的尸体大概率没有尸变，这样就好处理得多。你可拉倒吧，每个人的脚大小都不一样，你用脚量着是34步，换个人说不定就35步了，那不就是凶墓了吗？不信你可以来试试，看是不是34步。要不是，我给你做1个月的饭；要是的话，你给我倒1个月洗脚水，赌不赌？赌就赌，你脚40码，我脚42码，测出来的能一样吗？真是34步，师傅，为什么会这样？现在跟你说了，你也理解不了。等你什么时候把我给你那本《茅山道术大全》翻烂吃透了，自然就理解了。我还不想知道。好了，教学结束，开始干活了。大家都过来一起，咱一下子把这石棺给撬开。道长，这石棺一点缝都没留，没处下手啊。那就用蛮力，砸也要给它砸开。啊！师傅小心，你脚下有条蛇。区一条小蛇还能吓到本道长？不是你们这什么表情？都动起来啊！石才你来，作为我的徒弟，你先做个表率。师傅，你低头看看，那石棺正在往外渗血。我操！子母凶煞！子母凶煞，我在那本《茅山道术大全》里看到过。是这棺材里的尸体死的时候身怀6角，腹中胎儿还没来得及出生，就跟着母体一起死了，怨气极巨。这对母子若是尸变，便叫做子母凶煞，俗称旱魃，极为凶悍。我说要是普通尸变，怎么可能用上七星定魂桩？这下全明白了。道长，这不行，咱再把石棺埋回去吧，咱别招惹他了。现在埋回去也没用了，除非你们能接受你们村的人全部死完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师傅当时的脸色为何如此难看。这面小旗子是茅山道士测凶所用，捉鬼降尸之前，将旗子插于东南角。若是旗子一动不动，则代表相安无事，没有危险；若旗子微微偏倒，则代表这里的东西不好惹，最好赶紧离开。若旗子完全歪倒，则代表这里的东西极为凶猛，若不及时离去，性命难保。我就不信了。你们都别愣着了，赶紧安排人回去杀9只鸡，每只鸡里挑出1根生鸡喉骨来给我，要快！师傅，你在干嘛？我在找七星定魂桩的生气和阴气的流向，然后把尸气封起来。这七星定魂桩不知道是哪位高人留下的，竟然能定住这子母凶煞这么多年。没事了，大家都先回去。听到什么声音，都千万不要出门。道长，那这事儿解决了？解决？
哪儿有那么容易？我只是暂时把他们封住而已。这子母凶煞根本就不是我能对付得了的。现在我要回师门请帮手，为了以防万一，13，今晚就由你留在这守着。啊，我守？你不守谁守？不然我来守，你去请个高人来帮忙。可是我才刚拜师不到半个月，啥也不懂啊，我拿什么守啊？小道长，你是不是一个人害怕呀？这样，俺留下来陪着你，咱们相互有个照应，壮壮胆儿就不怕了。哎，大叔，没想到你这么义气，我实在是太感动了。你们也别太害怕，我已经把这石棺附近的阴气都断开了，至少今晚这里面的子母凶煞9成9出不来。这个你拿着，要是真发生什么意外，就赶紧点燃这根香，在它燃尽之前，可保你们平安无事。还有这定尸符，可以定住他们一段时间。我该动身了，早去早回。师傅离开后，天色也很快暗了下来，一阵风吹过来，带着浓重的凉意。我和庄子紧了紧外套，想生一堆柴火取暖，才发现我俩都不抽烟，身上都没带起来。没有火源？小师傅，你年轻，脚程快，不然你回村子借个火吧。你一个人在这里行吗？不然我留下来，你去借火吧。没事儿，现在天还没完全黑呢，你快去快回，再不走天可就真黑了。我一听也是，就赶紧快步走回村子，随便找了户人家借了个打火机，又赶紧往回赶。对方怕我看不清路，还好心给了我一个手电筒。没想到在往回赶的路上，一个意料之外的人却挡在了我前方的路上。左13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居然是方子燕！自从上次那蛇精冒充方子燕骗我，让我差点丧命之后，我现在一看到方子燕，内心就直哆嗦，同时心里也升起怀疑：挡在我前面的人到底是方子燕，还是又是那蛇精变换出来迷惑我的？正在我犹豫不定之时，方子燕又开口了：“左13，到底是不是你？说话！”我回想起爷爷曾经告诉过我，晚上走夜路时，若听到有人叫你名字，不管是不是熟人，都不能答应，因为人有3把火，头顶1把，双肩各1把。这3把火是鬼怪最为忌惮的，要是贸然答应，火就会灭掉，可就找鬼怪的道了。正在此时，方子燕居然朝着我走了过来，我紧张怀疑之下，条件反射般的伸出脚，一脚踢到她肚子上，竟然轻轻松松的就把她踢到了地上。左13，你个神经病！我没得罪过你吧？你踢我干嘛？不对啊，那蛇精400-500年的修为，怎么可能被我踢倒在地啊？她是真的方子燕，不是蛇精。方子燕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对不起啊，我刚刚真不知道是你。你说谎！我的声音你难道听不出来吗？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否则我再也不理你了。没办法，我只能把之前蛇精幻化成方子燕骗我，害我差点丧命的事，以及这次和师傅来这个村子的原因，和方子燕解释了一遍。方子燕听后总算是消气了。好吧，姑且相信你一次，下不为例。不过这天都黑了，你一个女孩子怎么还在外面？这就是我家隔壁村，这几天这边不是死了好几个人吗？我爸脚崴了，我替他来送丧葬用品，主人家非要留我吃晚饭，耽搁下来就晚了。不过这离我家也就10来分钟的路程，我经常走，没事的。这样啊，那你快回去吧，我要继续守着那石棺，就不送你了。我从村子里借了火后回到石棺处，却发现庄子不见了，而且更让我头皮发麻的是，方子燕不知道又从什么地方窜出来，从身后拍住了我的肩膀。左13，是我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你怎么跟来了？我好奇嘛，我还没有见过你们道士做法呢，很想来看看
但是又怕直接提出来你不答应，我就偷偷从另一条路过来了。我都已经来了，你可不能赶我啊！唉，姑奶奶，这有什么好看的？你不害怕吗？不怕啊，我家是做丧葬品生意的嘛，从小到大也见过不少死人呢。这根本就不是一码事。算了，先不说你的事了，你快和我一起找人。找谁啊？啊？一个叫庄子的大叔，是本村村民，本来和我一起守着石棺的。我回去借个火的功夫，他就不见了。接下来，我和方子妍一起围着石棺周围找了好半天，都没找到庄子。我内心开始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。虽然我临走时把师傅给我的那支香留给了庄子，但他身上没有火，真有什么意外，他也点不燃那香啊。正当我想扩大范围继续寻找的时候，一个黑影突然从石棺后面窜了出来。怎么了，小道长？你为啥这副表情看着？我说庄子叔，你在那石棺后面干嘛呢？刚才叫你半天怎么不答应？你这一声不吭的窜出来，谁能不怕？刚才俺等你半天不见你回来，就躺在石棺后面睡着了。对了，你身后那闺女是？方子燕，我高中同学，家就在隔壁方家村。她这几天还给你们村送过丧葬用品呢，你没见过她？是吗？俺这记性不太好。对了，我给你那支香，你没弄丢吧？那支香，我扔了，扔得远远的。为什么要扔了？庄子告诉我，那支香已经被他扔了。我一下就察觉到事情很不对劲。他明明知道那支香的作用和重要性，怎么会说扔就扔呢？除非他根本就不是庄子。我心中正怀疑之时，不经意间眼神扫到不远处师傅用铜钱做的标记，却发现原本插在铜钱边上的鸡喉骨却不见了。一阵寒意从我的脚底直窜脑门，我吞了口唾沫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看向方子燕。方子燕，你衣服上的纽扣能不能借我用用？方子燕的纽扣是铜的，可以反光，我准备拿来充作镜子，验证一下面前的人到底是不是庄子。在茅山道术大全的记载中，有4种半夜见鬼的方式：一是阴阳眼，2是用柳树枝沾着牛眼泪抹在眼睛上，3是在房间里打扫，4是用镜子照。而我的阴阳眼，之前杨震天已经帮我暂时封住了。现在周围唯一能用的工具，只有方子燕衣服上那颗铜纽扣。方子燕或许也察觉到了庄子不太对劲，倒没问我要纽扣干什么，干脆的扯下纽扣递给了我。我压抑住内心的恐惧，偷偷将纽扣对准了庄子。然而纽扣上反射出来的画面，却让我瞬间血液倒流。那根本就不是庄子，而是一个披着长发、穿着红衣的女人，她的肩头上还坐着一个小孩。小子，还敢拿镜子照我？就你那点伎俩，还在我面前班门弄斧！我被这一景象吓得汗毛直立，而旁边的方子燕已经吓得瘫在原地动弹不得。我赶紧一把把她从地上拽起来，别愣着了，赶紧跑啊！左13，我腿没力。女人就是麻烦。你们还想跑？拼了！就是现在，跑！不行，我刚刚摔倒的时候，脚好像扭了，好痛。你，我看看严不严重。他又动了！经过再次惊吓，本就脚疼得厉害的方子燕再也支撑不住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脚却无意间踢出来一样东西。我定睛一看，这不是我之前给庄子的那根香吗？我赶紧把香捡起来，用打火机点燃。香点燃后，那子母凶煞瞬间就像是看不见我们了一般，只是用鼻子四处闻着，像是在寻找我和方子燕的踪迹。师傅以前跟我说过，这尸变的僵尸找人，靠的是人身上的生气，可能是这香点燃后，暂时覆盖住我和方子燕身上的生气，才使得那子母凶煞失去了目标。此时我和方子燕2人蹲在那
那大气都不敢出，生怕引来那子母凶煞的注意。那子母凶煞也像是铁了心要跟我和方子嫣过不去，愣是只在我俩附近一个劲的瞎转，也不走远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我们一直没有找到逃跑的机会，而我手中那支香也即将燃到尽头。做13，这香就要烧完了，怎么办？看着手中即将燃尽的香，我脑子里闪过很多杂乱的思绪。我想到我的出生，想到爷爷给我断的命，想到我那个不靠谱的师傅，还想到了玉佩里的安如霜。最终在心里下了一个决定，虽然我才刚拜师没多久，还没学会什么本领，但既然已经入了道门，现在我就该去做我应该做的事。我将手里的香塞到了方子嫣手中，你拿着，我去把那子母凶煞引开，你赶紧马上跑。喂，你爷爷我在这儿，有本事来追我！也好，至少还能活下来一个。就当我即将被咬到的时候，突然听到砰的一声，紧接着压在我身上的子母凶煞被扔到一旁，而我师父清风道长出现在了我的面前。怎么样？他有没有咬到你啊？没有，师父，你总算回来了。哎，怎么又哭了？被他欺负惨了是不是？别哭，别哭，别哭！敢欺负我徒弟，看师傅给你报仇！师傅，你好厉害，快打死他，加油！师傅，小心！1转天地洞，2转六神藏，3转四煞舞，4转烽火堂，5转霹雳翻，迎天无道，并复五雷馈正，急急如律令。是。师姐，你可算是出手了。我就说我不是人家的对手，你还让我先上，这不存心看我笑话吗？哼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这种扰乱3道的事，要是让鬼差知道，我也得兜着走。这次是破例帮你这个忙，下不为例。是，多谢师姐出手，回去我就给你买个包 ，LV 的。我现在喜欢香奈儿。好说好说，香奈儿就香奈儿。我在一旁听着2人的对话，内心震惊到了极点。这个看起来年纪才刚上初中的小女孩，我师父竟然叫她师姐。难道这茅山派的辈分不看年龄，而是看道术的高低？正在我打量这小女孩时，她也在打量我。她是？师姐，她叫左13，是我新收的徒弟。13，来叫师伯。师伯？叫我陆真人。哦，陆真人。你这徒弟还是个阴阳眼，这可有趣了。他可是百妖修炼的好炉底，你以后可有的受了。师姐，咱们先干正事吧。九尘破秽道邪惊灭亡。九凤破秽罡，是。石棺里传来的女人的嘶吼和孩童的哭叫声十分尖锐，听得人内心鼓噪，心烦意乱，像是有一股无名的怒火即将冲出身体。正当我心绪不稳时，师父忽然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在我耳边小声提醒：闭上眼，稳住心神，在心里默念：临兵斗者，皆阵列前行。我按照师父教我的，在心中默念，慢慢就感觉到石棺里的声音消失了，心中那股无名怒火也平息下来。等我再次睁眼时，发现我师父正在石棺前烧纸，而那位陆真人已经不见了。师父，这事彻底解决了吗？
算是解决了吧。只要把这石棺埋回去，别再乱动它，就不会再死人。这就好。对了，庄子叔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只是被鬼上身后身体有些虚弱，送回去躺几天就好了。哎，真是麻烦。为了解决这事儿，不仅折了3年寿，还折了一个包，就要了5000块酬了，哪够买一个香奈儿的？还不是得我自己贴。师傅，买包这事我知道，可这折寿是怎么回事？你以为这子母凶煞随随便便就能解决？没人折寿，就连你师伯来都不成。他刚刚用的符，纸上写着生辰八字，用过之后，那生辰八字上的人就会折寿3年。师傅，没想到你这么伟大，之前是我误会你了，以后你就是我的偶像。我伟大什么？那符纸上的八字又不是我的。不是你的，那是谁的？你的。啊！死老头子！我去你大爷的！给我站住！我要试试！我要试试！子母凶煞解决后，回到青竹观，师傅突然说要教我点真本事。他嫌我体质太弱，真遇到什么危险，跑路都来不及，要求我每天起来都要先锻炼身体。除此之外，他还开始叫我画符。行了，你这个天赋让你1天就学会画符，的确有些勉强了。这年头，像你师傅这么聪明的人真是不多。能不能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？这2张是我画的子辰五甲驱鬼符，你带在身上。一会儿那个城里的富商林森就要来接咱们了，这次由你代为师去驱鬼，怎么样？我这师傅对你够意思吧？我去，你不去吗？区女鬼还不配你师傅我亲自出马，考验你的时候到了，去吧，少年。当时听说我要单独行动，我心中虽有些忐忑，但更多的是激动和跃跃欲试。没去想师傅为什么突然就不去了，明明他那么爱财如命，又喜欢占便宜，好不容易遇到一回这种土豪订单，就算天上下刀子也不可能拦住他。后来我才知道他不是不想去，而是不能去，当然各种原因都是后话，暂且不表。师傅，那你还能再给我点保命的东西吗？万一我干不过那女鬼，你这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徒弟不就报销了？不是为师吝啬，这保命的东西越多，对你这次历练就越没有帮助。这就跟玩游戏一样，要是开局我就给你一身顶级装备，你直接就把 BOSS 秒了，能学到什么？那能一样吗？游戏里死了还能复活，现实中死了就是真死了。不行，你必须给我一件保命的东西。来，把这个拿上。师傅，你这是把我当小孩哄呢？这里面装的是牛眼泪，你的阴阳眼暂时被封住了，它可以助你看到鬼的位置，这总够了吧？将将就就吧。就这样，我一个人坐上了富豪开来的豪车，前往他的豪宅驱鬼。哼，林家闹鬼的事，大概情况之前师傅已经给我讲过，这就是个烂俗的感情纠纷。富豪林森有了家室，还在外沾花惹草，勾搭女大学生，把人家搞怀孕后，怕闹到家里老婆面前，就给了笔分手费把人家甩了。那女大学生一时之间想不开，吞安眠药自杀了。死后灵魂却不愿离去，搞得林家一家人心惶惶。以我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，我最看不上的就是林森这样的人，仗着有点钱就背着老婆在外乱搞，搞出事了才知道后悔，同时伤害了2个女人。但道德归道德，鬼魂是不能长时间在人间逗留的，哪怕是为了那个女孩子好，此事也必须要尽快解决。进城的路还很远，我坐在车里无聊地望向窗外，却看到不远处的路边站着一个熟人。雷子，停车！雷子，三哥，我去，你这是中彩票了还是咋的？不是，
我不是跟你说过，我现在在青竹观学道术吗？这是客户的车，接我去他家驱鬼呢。你呢？站路边干嘛呢？我这不在家闲着无聊，这农村网速也不快，就打算去城里找个网吧上网，正等车呢。那你上车，等我这边事情办完，咱一起。可以吗？既然是左道长的朋友，当然可以，欢迎。车子开了近半个小时，终于到了林家别墅。没想到刚一进门，就遇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人。爸，你一大早上上哪儿去了？左13，你个乡巴佬，你来我家干什么？林木星是我大学同班同学，仗着自己富二代的身份，向来眼睛长在天上，最看不上像我这种农村考出去的孩子。我在学校跟他不太对付，没想到他竟然是林森的儿子。武西，别乱说话。这位是左道长，是我专门请来帮咱家处理那件事的。爸，你该不会是被人给骗了吧？什么左道长，他就是我同班同学，一个农村来的土猴子而已。既然不信任我的能力，那我走。别，您别生气，这孩子从小被他妈妈惯坏了，不懂事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爸，你对他这么客气做什么？他就是个骗子。看来你林家根本不是诚心请我，我会回去将此事如实转告给我师父。逆子，多大人了还不懂事，给我滚回你自己的房间去！爸，你竟然为他一个外人打我！你给我等着！林木星这态度，要不是师父已经收了林森5万的定金，我都不想管他家的事了。好在他爹林森还算会做人，又是道歉，又是好酒好菜招待着，渐渐我也就消气了。正事要紧，没必要跟一个被家里宠坏的小屁孩计较。时间很快来到晚上10点，林家其他人和佣人都离开了别墅，只留下林森。我让程雷先出去找个地方等我，他却好奇怎么驱鬼，非要留下来观看。正当我劝说程雷之时，门窗紧闭的别墅里忽然无端吹来一股冷风。他来了！晚上10点，林家别墅无端吹起一股阴风，肯定是那女大学生的鬼魂回来了。我当即拿出那瓶牛眼泪抹在眼睛上，给程雷也分了一点，倒不是想用鬼吓唬他，而是让他暂时能看到鬼，要是有什么意外也好知道往哪个方向跑。抹上牛眼泪后，我大着胆在别墅里张望了一圈，一个鬼也没见着。难道是牛眼泪没起效？正当我疑惑之际，眼神不经意飘向2楼，却见2楼的走廊上，一个披头散发的白衣女鬼正恶狠狠地瞪着我。雷子，你在这看着林森，我去楼上看看。记住，别搞错位置。我跟着那女鬼进了一间屋子，然而进去以后，那女鬼却消失不见了。正当我四处寻找之时，头顶忽然传来一声声滴答声，一滴滴鲜红的血液从天花板滴到我面前的地板上。我下意识抬头看去，只见那女鬼正漂浮在天花板上，和我视线对了个正着。你能看到我？你是林森那个人渣请来收我的吗？我不是来帮那个人渣的，我知道你的遭遇，也很同情你。我是来帮你超度，助你投胎的。你同情我？我不需要任何人虚伪的同情，我只要那个人死，只要他死。要是敢多管闲事，那我就先让你死。那女鬼说完也不给我任何回答的机会，伸出一双有着紫灰色长指甲惨白的手，就恶狠朝着我的脸抓了过来。眼看着白衣女鬼的鬼爪就要抓到我，极度恐惧之下，我也不知从哪爆发出的能量，竟然闪身躲开了。那女鬼更加愤怒，又一次朝我抓来，而这一次我被抵在了窗边，再也没处可躲。情急之下，我只能死马当做活马医，手里拿着师傅之前给我的紫辰无甲驱鬼符，拍向女鬼的胸口。师傅给我的这符咒十分有效，刚贴在女鬼的身上，她的身体就从脚慢慢开始虚化。我心中一喜，然而就在此时，变故横生。不知从哪冒出个黑色的影子，凄厉地叫喊着，就朝着我的面门扑了上来。这他娘的是什么怪物？只能死马当做活马医了。这师傅，你可要害惨我了！那奇怪的黑影被我刺了一下之后，兴许是多少受了点伤，倒是没有再攻击我，反而闪身扑向白衣女鬼，用牙咬着她胸前的符咒，竟然将符咒给撕了下来。而那符咒被撕下来的瞬间，发出一声巨响，爆炸开来，直接将那黑影给炸成了一阵烟。可那女鬼透明到一半的身体却开始恢复，按照这个恢复速度，
最多不超过1分钟，他就能重新恢复行动。此时我身上能用的工具已经全部用完，唯一的选择只能是跑出去找到雷子，拿到他身上那一张紫辰无甲驱鬼符，或许还有一战之力。我赶紧躲住房间，想跑下楼找程雷，却发现外面漆黑的不正常，一点夜光都没有，完全看不清脚下的路。雷子、林森，你们在哪儿？我尝试着叫程雷和林森的名字，叫了好几声都没有得到回应。而此时，我胸口的玉佩也开始发烫，这是安如霜在提醒我的处境非常危险，来不及做过多思考，我只能随便找了个房间躲进去，锁上房门，钻进床底，然后屏住呼吸，思考着应对方法。好在此时我虽然恐惧，但脑子还算灵光，很快就想到了我曾在那本《茅山道术大全》上看到过的一个术法——红线三血灭阴术。所谓红线三血灭阴术，只取一节红线，用处男唾液浸透，再取自身左手中指血、额头印堂血、胸口膻中血血，3血滴在红线之上，可驱鬼辟邪。而我身上别的东西没有，红线还真有。我赶紧摘下脖子上的玉佩，感谢爷爷当初是拿红线给我穿的玉佩，此时正好派上作用。我按照《茅山道术大全》里写的，取了自己的血抹到红线上，可轮到额头时却犯了难。这额头血要怎么取啊？左13，你在不在里面？开门呢？我直接被吓得一哆嗦，那女鬼说不定下一秒就会闯进来。我着急焦虑之下，忽然摸到床板上有一颗冒出来的钉子，也管不上会不会破伤风的问题了，脑门用力朝着钉子撞了上去。钻心的疼痛让我浑身发抖，我却顾不得喊疼，连忙将血抹到红线上。正要轮到胸口时，旁边传来一个阴冷的声音：“原来你在这里，让我一顿好找。”女鬼发现了躲在床底下的我，并伸出鬼爪抓着我的脖子，将我从床底下拎了出去。我紧张害怕到了极致后，反而不害怕了，反手就用手上的红绳套到了她的脖子上。你这个人渣，你害死了我的孩子，我要杀了你！大姐，就算你变了鬼，说话也要凭良心的。一直是你追着我动手，我什么时候害过你孩子了？你还想抵赖？之前那团人不人鬼不鬼的黑影，是你孩子啊？他已经6个月了，要不是林森那个人渣，他很快就能来到这个世界。你既然是那个人渣请来的，说明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该杀！不对，明明是你自己吞安眠药自杀的。林森欺骗你感情纵然有错，可他给了你一笔丰厚的分手费，是你自己贪得无厌，害了你自己的性命，也害了孩子的性命。他说谎，我根本就不是自杀的。是林森那个人渣骗我当小三，他骗我说他离婚了，可他根本就没离婚。被我发现真相后，他怕我闹到他老婆面前，就灌了我一整瓶安眠药，伪装我自杀。可怜我的孩子，还没来得及出生看一眼这个世界，就被他的亲生父亲给害死了。小道长，换做你，难道你会不恨？听着女鬼的话，我心中十分震惊，这说的和林森说的完全不一样，他们到底谁在说谎？小道长，你就当可怜我，放了我吧，我保证只向林森复仇，绝不害其他无辜的人。这段时间以来，我不是也没害过别人吗？只要让我大仇得报，哪怕这魂飞魄散，我也愿意。面对女鬼的哀求，我不得不承认，我有一瞬间的心软。可很快我就清醒过来，她是厉鬼，而我是道士。若我做容厉鬼留在人间害人，不管什么原因，都是天理所不容的。你是鬼，人鬼殊途，你不能再留在人间。至于你刚才告诉我的事，我会用人间的办法去求证。若是真如你所说，你不是自杀，而是被林森杀害，也应该用人间的法律来惩罚他。放下你的执念，投胎去吧。雷子，醒醒！你怎么睡着了？对啊，我怎么睡着了？三哥，我不是和你一起来抓鬼的吗？那鬼呢？已经解决了。
没事了。解决了，真是太好了！以后再也不用被那臭娘们纠缠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她始终做过你的女人，还给你怀过孩子。她的死也是因为你。我不求你能有点愧疚之心，但这么说她是不是过分了？年轻人，你也就跟我儿子一般大，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吧？先前对你以礼相待，还白白让我儿子挨了一巴掌，你就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？要不是为了找你屈苦，你这样的出身条件，一辈子都没资格踏进我家大门。现在既然事情已经解决了，我就不送。此时我内心几乎可以肯定，那女鬼说的话才是真心。我决定明天天亮就去治安局举报她。不过眼下我有一件更想做的事，雷子，我想揍她一顿，你怎么说？那就揍！到底是年轻气盛，我一气之下和程雷一起将林森暴打了一顿，然后就被带到了治安局。名字、年龄、身份证出示一下。左13、18，没带身份证。程雷，18，没带身份证。为什么打人？此时此刻，我才感觉到自己有些冲动了。林家在本地有钱有势，进了治安局，只要林森稍微使点绊子，就够我和雷子吃一壶的了。我们就是和那个林森发生了一点口角啊！对，一时冲动。那啥，我们愿意调解。调解？你们知道林家是什么身份吗？人家不接受调解，不接受赔偿，就一门心思想让你们坐牢。他还想让我们坐牢？我看该坐牢的是他。他欺骗女大学生感情，搞大人家肚子，还害人家1尸2命，这种畜生，他都算轻的。两位治安官，林森强灌安眠药，害死他女朋友，还伪装成自杀，就是几个月前宋清寒的案子，你们可以重新去调查。这件事是谁告诉你的？你有证据吗？虽然我暂时没有证据，但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你们查一查，说不定就有证据了。没证据，你耍我们呢？今晚先拘留，等受害者那边的验伤报告，要是达到轻伤1级，那就是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管制，你们好自为之吧。那个，今晚你俩不管听到什么声音，都别往窗外看，也千万别打开窗户上的荷叶窗，听明白没？那女治安官说完就锁上门离开了，根本没给我们询问原因的机会。我心中感到十分疑惑，那位女治安官为什么要这么说？难道这治安局闹鬼不成？按理来说，治安局是正气和阳气最重的几个场所之一，可镇压邪祟不应该出现什么灵异事件才对。想到此处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我和程雷走到窗前。我掀开审讯室的窗帘望出去，窗外竟然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，而荒地上突兀地放着2尊没有头的石狮子，显得十分怪异。三哥，这外面怎么会是一片荒地？这一带的地价可不便宜，怎么没有公司来开发呀？而且那俩石狮子看着也挺瘆人的。雷子，我感觉这个地方不太对劲，好像风水有点问题。啊！我师父给过我一本书，叫《茅山道术大全》，我没事就拿出来看看。我看这儿的风水有点像书上说的白虎煞。白虎煞听起来就不太吉利啊。白虎煞10大风水兄弟之首，此地长99丈，宽99丈，格局前高后低，脉线在左，水口在左，中有沟为空缺，聚煞藏阴。若居住此地，日常倒霉破财都算是祖宗保佑的，多发凶杀绝症等，且无法化解。这么严重？那会不会闹鬼啊？要是闹鬼的话，咱俩被关在里面，跑都跑不掉，可不完了吗？那倒不会，治安局自带浩然正气，可克制着风水里的煞气，鬼怪妖邪轻易不敢靠近。这就好，这就好。夜色越来越深，雷子很快靠在墙边睡着了，打起了呼噜。我今天也折腾了一天，身心俱乏，学着雷子的样子蹲在墙边，也慢慢睡了过去。时间不知道过去了多久，迷迷糊糊中，我似乎听到窗外传来一阵阵吹哨声，紧接着又传来很多人的脚步声，就跟学校或者部队里集合的动静差不多。我被这动静吵醒，心想难不成天亮了？治安局在集合训练？我走到窗边，打开荷叶窗，想看看是不是治安局的在集合训练。可外面除了那片荒地什么都没有，只有时不时一阵冷风打在窗户玻璃上，听得让人心悸不已。难道是我听错了，或者将做的梦当成现实了？我正要回去靠着墙根继续睡，忽然一声清脆的哨子声从窗外传来，随后又是一阵脚步声。脚步声先是很凌乱，从4面8方传来，很快就变得整齐。可窗外明明什么都没有。这时，我放在胸口的玉佩也开始发烫，是安如霜在提醒我，难道窗外真有什么脏东西不成？好在被抓进来的时候，
治安官只收走了我的背包和手机，师傅给我的那瓶牛眼泪被我放在衣兜里，没被收走。我抹了点牛眼泪到眼睛上，再看向窗外时，竟看到一大群穿着2战时期日本军装的士兵，正组成方队，朝着一个方向齐步走。三哥，大晚上的你不睡觉，在这看什么呢？三哥，你到底咋了？咋这副表情？今晚别出声，也别动。雷子虽然满脸不解，但他比之前的方子燕听话。我让他别出声，他就捂着自己的嘴不出声。此时我内心已经紧张到了极点，生怕那群日本鬼兵发现我俩的踪迹。这时，窗外传来一个阴冷的声音：“感觉附近有通向阴阳的书室，以防万一，我想过去看看。”当然，这句话是用日语说的，为了方便大家理解，我给翻译成了中文。此时雷子的表情也变得慌张起来。他虽然没有抹牛眼泪，看不到那些鬼兵，但却可以听到声音。我只能用眼神示意他，千万别出声。雷子，别蹲着了！外面那鬼东西早看到我们了。三哥，外面到底是啥鬼东西啊？是一群死在2战时期的日本鬼子。那现在我们咋办？我身上也没有驱鬼的工具了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。就这样，我和雷子在门边待了一会儿，倒是再没有什么新的动静传来。三哥，这么久都没动静，那鬼子是不是已经走了？不然你过去看看。不然，咱俩还是一起过去吧。行，一起过去。我和程雷壮着胆子走到窗边，掀开荷叶窗看出去，发现外面空空一片，除了那2尊诡异的石狮子，什么也没有。我稍微松了口气。三哥，你看到什么了吗？没有，那群鬼子走了。然而我话音才刚落下，审讯室里的厕所木门忽然吱呀一声，缓缓打开了。三哥，那厕所门怎么突然开了？你之前上厕所没锁门吗？我根本就没上过厕所。我虽然上过一次厕所，但我清晰的记得我出来的时候把门带上了的。这审讯室里门窗都关着，又没有封禁了，厕所门怎么会自己打开呢？雷子，你自己抹上牛眼泪，看到脏东西的方向，才知道往哪跑。我和雷子身后的门忽然被缓缓打开，我俩下意识跳开，以防门远远的。结果门口竟然站着之前抓我们进来的那1男1女2个治安官。你俩在干什么？没什么。你俩跟我们出来。我心中疑惑，怎么这个时候叫我们出去？可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，又不能违抗治安官的命令，只能跟着他们出去了。在临走之前，我回头看了一眼厕所里面，发现里面似乎隐隐约约站着一个人影。看来那个日本鬼兵早就进来了。这2个治安官把我们叫出去，倒是阴差阳错解救了我们。出了治安局，1男1女2个治安官带着我们到了一辆治安车面前。上车。这是要带我们去哪儿啊？别问那么多，去了你们就知道了。让你们上车就上车，哪来那么多问题？车子在路上行驶了20几分钟，夜晚的道路十分通畅，一路畅行无阻的就到了3环外的高架上，明显是奔着郊区的方向去的。一路上谁也没说话，直到前面一个路口，似乎有2辆车发生了剐蹭，车速慢了下来。哼，八嘎！听到开车那个男治安官骂出这么一句，我整个人都石化了。他是本国治安官，怎么突然骂了一句日本话？难道这2人都被之前的日本鬼兵上身了？可若是这样，为什么我和雷子都抹了牛眼泪，却发现不了？那个大哥，我内急，想下车撒个尿。憋着。那男治安官拒绝了我的要求，看来没有别的办法了。现在想脱身只有一条路，那就是跳车。比起被他们拉到不知名的地方送死，我宁愿选择放手一搏。想到这里，我对一旁的雷子使了个眼色，然后又做了个打开车门跳车的动作。雷子会意，偷偷给我回了一个 OK 的手势。就在我和雷子为跳车做准备的时候，车子忽然拐了个大弯，拐进了一条小路。这小路是单车道，又接连有几个急弯，车速降了下来，正是跳车的好时机。跳！雷子，你有没有事？三哥，我只是有些擦伤，但骨头应该没事。你呢？我也没事。那我们赶紧跑吧，别让他们追上来。不用跑了，他们已经开着车走了。他们难道没发现我们跳车？这不可能啊！我也不知道具体怎么回事。总之，我们先顺着公路往回走，路上看能不能遇到人，借个手机给我师傅打电话，让他来接我们。就这样，我和雷子没做任何停留，顺着公路往回走去。
走了大约10来分钟，雷子突然指着前方，兴奋地说道：“三哥，前面有户人家，亮着灯呢，咱可以过去借手机打电话。”我顺着雷子手指的方向看过去，发现前方不远处确实有户人家亮着灯。这家人的房子是那种老式的农村自建房，虽然就这么单独一栋房子矗立在公路旁边有些奇怪，但我在网上看到过不少拆迁钉子户都是这样的，心里倒也没过多怀疑。走，过去看看。喂，有人吗？我们想借个手机。先问问看有没有人，你别随随便便进别人家门。我本想拉住雷子，他却先我一步推门进去了。门被推开，同时也露出了堂屋的墙，那墙上竟然挂着2张我和雷子的黑白照片。雷子，你看！我操，谁他妈这么缺德，把咱俩的照片当遗照挂墙上了？雷子，你的关注点是不是偏了？三哥，这不会还是那些日本鬼兵搞的鬼？我们不会根本就没逃出他们的手掌心吧？这里不对劲，我们最好赶紧离开。三哥，你快看，那桌子上的是不是牌位？这个苏锦是谁？怎么他的牌位开始渗血了？应该是那个男治安官的名字，王林是那个女治安官。那男治安官不会早就死了吧？那开车把我们带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啊？雷子，你现在怕不怕？三哥，我要是说我不怕，你信吗？我这双腿它一直就不听使唤的打哆嗦，要不咱先出去吧。走，不再犹豫，我转身闷头就往外跑。跑出院子后才发现雷子竟然没跟上来，我连忙转头喊着他的名字：“雷子，雷子！”不管我怎么喊，雷子都没有回答我。可是从堂屋跑出院子，总共也就不到10秒钟的时间，他能去哪儿呢？难道他跑得比我快，已经跑到前面去了？犹豫了一下，我决定顺着眼前这条小路往前找找，看看雷子是不是一股脑跑过头了。往前只走了4、5分钟，就到了小路的尽头。尽头是一片空地，而空地上正摆放着几口棺材。为什么就这口棺材被打开了？难道雷子来过？是他打开的？看着那颗人头，我脑海里涌起了惊涛巨浪。这是那个男治安官苏锦，他真的已经死了。那其他棺材里放的是谁？雷子是否还活着？怀着这些疑问，即便我内心再害怕，也决定将其他棺材都打开看看。我必须得确认雷子是否在里面。好在旁边几口棺材都是空的，最起码能证明雷子现在还没出意外。现在只剩被围在最中间的那口棺材还没打开了，要打开吗？还是算了吧。本能告诉我，一旦打开那口棺材，一定会发生十分危险的事。我转身想要离开，脑子里却响起一个极具蛊惑的声音：左13，打开那口棺材，打开那口棺材。紧接着，我就发现自己的身体已经完全不听使唤，自顾自地朝着那口棺材走去，打开了那口棺材。直到此刻，我终于看清了自己的渺小。我那点3脚猫道术根本就不够看。棺材盖子刚被掀开，里面就冒出一股黑烟。同时我发现我能控制自己的身体了。然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我身后就传来了一阵整齐的脚步声。雷子！雷子，不要！眼看雷子就要跟着鬼兵队伍拧下自己的脑袋，我顾不得害怕，忙过去阻止，用力掰着雷子的手，不让他拧。正在这时，我身后传来一个有些熟悉的女声：“左13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师伯，您怎么来了？我说过，叫我陆真人。好，陆真人，您快救救我朋友！我操他大爷！那群小鬼子差点没把他爷我玩死，还好我3哥仗义，死死拦着我，不然哥们我今天就要交代到这儿了。3哥，这小女孩是谁啊？她是我师父的师姐，本事可大着呢。你得叫她陆真人。现在她来了，咱俩已经安全了。你师父的师姐？3哥，你没开玩笑吧？她看着就是刚上初中的年纪啊。我师父说，别看她表面长这样，其实已经45岁了，比我师父还大2岁呢。
奇怪，我从白虎煞兄弟追到此处，他们竟然没有一点反应。金蝉脱壳，台上台下，应变无停，智慧明镜，心神安宁，三魂永久，破无丧气，急急如律令。果然中计了。中计？师伯，不对，陆真人，我们中什么计了？你自己去棺材里看。对于那口棺材，我心中还是有些忌惮。不过既然陆真人让我去看，肯定是没什么危险的。于是我大着胆子走了过去，朝棺材里一看，赫然看到棺材内侧长着一株黑乎乎的、模样有点像灵芝的东西。这是尸菌！这棺材里竟然长着一株像尸菌的东西，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我小心翼翼地将它摘下来，转身正准备向陆真人确认这到底是不是尸菌，没想到一转头，他人却已经不见了。陆真人呢？刚刚你在棺材里弄东西的时候，他就走了。唉，怎么又走了？还真是来去无声啊！三哥，你说今晚发生的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其实我心里也迷糊着呢，先不管了，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再说。这次我和雷子顺利走到了大路上，此时天已经蒙蒙亮了，路上开始有车经过。我和雷子拦下一辆小面包车，问司机大哥借了手机，给我师傅打去了电话，说明情况后，师傅表示马上来接我们。在路边又等了半个小时左右，天已经彻底亮了，师傅也打了一辆出租车过来接我们。师傅，这是不是尸菌啊？哎，你小子可以啊，这还真是尸菌，怎么让你给找到了？师傅，现在尸菌找到了，是不是可以救安如霜了？你先收好，这事回去再说。师傅，尸菌我已经找到了，怎么用它救我鬼媳妇儿啊？哎呀，先别管什么尸菌了，你看看你这一身的伤，再不处理就要感染了。过来，我先给你上药。师傅，现在可以看看那尸菌了吧？嘿，你这急性子，行，把你身上的玉佩给我吧。师傅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鬼媳妇儿正在吸收着尸菌的阴气，等着吧，多则2天，少则几个时辰，等她吸收完，应该就没事了。行了，一晚上没睡，赶紧回房间补个觉吧。师傅，我还有一个问题，昨晚我看到的那些日本鬼兵是怎么回事啊？还有，他们朝着那棺材下跪，棺材里的又是什么人？这些事不该你问的，不要多问。可是，我总感觉那棺材里的人和我们茅山派有关，我在茅山道术大全里看到过。住口！13，对不起，师傅，我刚才语气有点重了，但是这个话题你以后都不要再提了。清风，你直到现在还这么固执吗？师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就是因为对这件事的固执，被茅山派龙虎宗以背叛重罪赶了出去。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一点没变。不管怎么样，我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。清风，我要劝你多少遍你才能明白，我们的恩师顾文兴已经死了，现在借他身体复活的只不过是70多年前事变的那个日本将军向天，他不是我们的师傅。师姐，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，可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我这条命就是师傅给的，若不是他把我捡回来拉扯大，我早就不知道死在哪个角落了。所以即便他被那个该死的向天借尸还魂，我也绝不允许任何人对他的一切动手。你冥顽不灵。20年前，向天借师尊的尸身还魂重生，到处袭人精血，被我们茅山派举全派之力布下7星八卦阵，将其诛杀在白虎煞兄弟，本来分其尸身就能让向天彻底消失，你却窜出来拼命阻止。虽然保住了师尊的遗体，却让向天一缕残魂，趁机带着师尊的遗体逃脱，到
到处害人！昨日他又在白虎煞兄弟再次借师尊的遗体复活，本来我们可以前去阻止，却不料中了他的调虎离山之计。调虎离山？这么和你说吧，现在龙虎宗出了真正的叛徒，要是昨晚没有茅山术部下患着，我还不至于中计。还有，你多注意一下你这徒弟的性命吧。昨晚要不是我恰巧遇上他那双阴阳眼，早让人给挖走了。听完师父和师伯的对话，再结合我昨晚的经历，我总算是把这一切都串了起来。原来昨晚我和雷子遇到的那些，不过是茅山派的叛徒和准备复活的向田一起制造出来的幻境，目的就是为了吸引茅山派的人过去，从而真身金蝉脱壳。不过他们为什么要杀我？难道我这双阴阳眼对他们有什么用处不成？我正准备开口询问，师父却对我说道：“13，你先回你房间，我和你师伯还有些事情要谈。”不行，清风，你这徒弟虽然废物，但你已经收了他。现在这件事又跟他有关系，没必要让他走。师姐，13才入门半个月，才刚学了点皮毛，你不能说他是废物。这次虽然让向田逃了，但短时间内也兴不起什么风浪。我先回宗门商议对策，下次来的时候，我就会带着你这废物徒弟下墓寻找九阴木。这段时间你最好狠下心来好好磨练磨练他，否则你教不好，我来帮你教。我绝对不允许他丢我们龙虎宗的脸。虽然陆真人说话有些难听，但人家说的也是事实。我目前就是能力不足，所以我倒是不讨厌他，因为从某一方面来说，他也是为了我好。左13，你在干嘛？怎么电话打不通？看到消息后可以给我回个微信或者电话吗？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左13，你终于出现了，我还以为你被哪个女鬼给勾了魂去呢。别开玩笑了，我就是出去办事儿，手机没电了。我还以为因为上次的事你讨厌我了。不会，我是道士，你是普通人，我是男人，你是女人，遇到危险我保护你先离开是应该的，我没有因此就讨厌你。你说的都是真心话吗？不是安慰我的客套话吧？不是，我真心是这么想的。如果你不讨厌我的话，那你喜欢我吗？不是，芳子夜，你啥意思啊？意思就是我喜欢你。上次从你把那只保命箱递给我的那一刻，我就喜欢上你了。你开玩笑的吧？我没开玩笑。左13，这年头人人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，像你这样正义、勇敢、愿意保护弱小的傻子不多了。你身上有这么好的品质，我喜欢你不是很正常吗？但是我已经有媳妇儿了。你骗人！我私下向你的朋友和大学同学打听过，他们都说你是单身。我真的有媳妇儿了，她叫安如霜，是家里人安排的，所以同学也都不知道。但我很喜欢她，我没打算找别人了。你混蛋！你肯定是骗我的。你先别哭啊。13，让我和他说吧。你，安如霜，你不是一直想见我吗？怎么见到了反而不认识了？你好，你喜欢左13吗？你是谁？我叫安如霜，是左13的媳妇儿。我知道了，不好意思，我以后不会再给他打电话了。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我早就化成灰了。如霜，我等这一刻等了太久了。左13，明天的同学聚会，你敢来吗？